今天下午这个视频，我们来说一说港股的金跌国际。先说一个结论啊，这一次从月线图当中看到，从21年开始的这波向下的调整，它是已经确定是已经结束了。当前向上反已经上涨完了第一波，目前的第二波调整探底还没有走完，所以说这个形态之下，想要做多还要再等还要再等。下来咱们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得出以上结论的一些原因。之前的这一波调整是非常的深，我们先拉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已经跌破了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去到了之前的一个相对平台的一个低点5.50 附近。那么它的幅度是足够深的，已经满足了这样一个预期。第二点，我们看一下周线图，周线图整体向下。从高位 39.50 开始向下的调整，它其实是走出了一波这样一个535的锯齿形 A1、A2、A3、A4、A5， 在这儿先结束了第一波调整。之后这一局部出现了一个快速反弹三波的一个反弹，这是一个 B 浪。之后从相对的反弹高位大概是在 19.20 附近向下又走出了一个9波，那这里其实是一个 C 浪。走出9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C 浪内部出现了一个延长浪的一个特性，它其实从大结构上来说，它也是一个5波 C1、C2、C3、C4、C5。运行到相对的低位，也就是24年的9月中旬，低点是在 5.26。其实这一波调整它是已经全部结束了 5.26。那既然这一波调整向下的调整结束了，那向上那就开始要中期的反弹或者是反转了。那首先我们还是拉一下这波下跌的一个黄金分割比例，看一下第一次的反弹的一个相对位置。那可以看到第一次反弹力度还是比较强的，最高是达到了 17.80 附近，也是临近了黄金分割 0.382 的这样一个关键压力位。那么目前从结构上来说的话，它很单一，那说明什么？说明此处向上的反弹或者是反转，它只是完成了第一波。那这个第一波走势，它有可能是一浪，也有可能是 A 浪。A 或者一浪，那 A 浪或者一浪结束之后呢，必然存在一个向下的一个2次探底走势也就是目前这个整体往下运行的这样一个结构。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走完，因为 B 浪或者是2浪以往的向下调整，它都会出现内部一个3波结构这个调整浪当中的3波结构，也可以说是次级别的一个 ABC 走势。所以我们再拉一下这个 A 浪或一浪的黄金分割，看一下，可以看到此次向下的调整最低是达到了黄金分割 0.618 也就是10.06港币附近，之后又开始窄幅的一个反弹。但是还是刚才所说，这里向下的结构不完整。第一种这个 B 或2内部的结构，子浪 A、子浪 B、子浪 C，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稍微强一些呢，子浪 A、子浪 B、子浪 C， 可以看到这个紫色段和这个黑色段有一定的区别，区别在于黑色段它最终会形成一个平台型整理或者是区间整理的这样一个形态，而紫色段呢，它会形成一个之字形向下的一个走势形态，因为下方毕竟还会面临下一个支撑位也非常近，是在 8.20。 那么从目前整体的形态来说，就是这个 B 或者2它并没有运行完毕，后期一旦等它运行完毕的话，那必然还会出现一个 C 或者3浪这样一个上涨走势 ，C 或3。那么当前从整体走势来看，如果是第一种，它就是平台型；如果按照第二种走势的话，它会跌破上一次低点去到 0.764 附近，或者说稍微高一点的话，是在 8.85 附近。那从目前的点位来说，向下都是存在一定空间的。如果是按照第二种预期紫色段走的话，那在相对的低位又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头肩底的一个形态，这个底下的红线是头肩底的一个尖线的位置，像上方的这个红色段它是头肩底的一个颈线的位置所以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2次筑底的这样一个阶段，后期是存在一个中长期看涨做多的一个机会，但是并不是当下，因此这只港股还需要等这个整体结构3波走势结构出现了，那届时才是我们一个介入的一个时候，目前还是不合适。
好，以上就是关于港股金跌国际整体走势的一个波浪结构分析。那么如果要做多的话，看涨做多波段的话，那么还是需要耐心的等待这个最佳的一个机会、最佳的形态完整的出现之后，那我们才会参与。到时候第一风险比较小盈亏比非常大，风控也很好控制。好，下午的视频到此结束。